300这个价位段是这2年我们国产篮球鞋竞争最激烈的一个价位段，不管是哪一个品牌，在这个价位段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款实战鞋。那在这一些鞋款当中，有哪几款值得我们去购买，又有哪一些鞋款是球鞋刺客？那我会分几期视频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些在300元左右的国产篮球鞋。今天先给大家带来3款，分别是中乔的 F1 2.0、安踏的突袭以及极客鞋坛推出的这一款 UT Pro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几款篮球鞋究竟是否值得购买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一双中乔的 F1 2.0，单支42码的重量在360克左右，全掌固 Turbo TPU 丝与纱线编织而成的鞋面，在主要的受力点位置处还加入了热熔材料，进行了针对性的补强，并且在球鞋的外侧还有着一块大面积的 TPU 包围，典型的公式篮球鞋。它的中底调教的十分出色，一上脚就能感觉到中底的软弹，并且反应性也非常不错，在发力蹬地的时候完全不会有泄力的感觉。就是它的大底在吸灰方面的控制做得不是特别好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需要不断用手去擦着鞋底，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。打球的场地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兄弟们，这一点需要注意一下，好吧？虽然它的中底调教做得确实非常棒，中底刚性也非常出色，但是上脚之后还是能感觉到它的中底龙骨落差略微有一点点偏大，会有一点点前低后高的感觉，而且它的脚型适配做的也不是特别好，鞋楦偏瘦长，我正常偏窄的脚型在选择了合适的宽度之后，内长就会偏长，在选择了合适的内长之后，宽度就会不太够用，非常的尴尬。这一双鞋的鞋楦只适合窄脚的兄弟去进行选择，其他脚型的兄弟，我建议还是先看看别的鞋款吧，好吧？F1 2.0的整体实战表现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，透气性出色，中底软弹，包裹锁定也都完全没有问题。它的整体体验非常接近于丁威迪2代，而且它还有着比丁威迪2代更好的透气性表现。比较追求澎湃脚感的窄脚球员，这一双 F1 2.0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OK， 接下来一位来自安踏的突袭，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是安踏跟华人青年联名的配色，鞋面的用料会不太一样，可能会在穿着体验方面跟普通配色的突袭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区别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跟你穿了之后的体验不太一样，可以在评论区跟我指出来，好吧？在重量方面，单支42.5码，在410克左右，并不算特别轻质，但是上脚之后的体感重量还算能够接受，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。而且它的弧形大底做的真的非常的夸张，大底的4周一圈全都做了上翻，灵活性非常棒，很有以前欧文 Carry Low 2和 Low 3的那种感觉。而且中底的过渡做的也非常不错，跑动的感觉十分出色。不过它的中底重心并不是特别贴地，并没有极致的贴地感，好在它的反应性缓震脚感这几个方面的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而它中底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它的稳定性，它的后跟在做防侧翻测试的时候，中底不管哪一个部位都不会有任何对抗侧翻的力。如果你的脚踝力量比较欠缺，那这一双鞋我绝对不推荐你购买，崴脚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，好吧？而且它的足弓支撑给的也略微有一点点生硬，实战的过程中能明显感觉到它会有一点点顶我的外侧足弓，虽然对于实战并没有太大的影响，不会造成什么脚酸之类的问题，但是对于低足弓的兄弟来说，这可能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在其他方面，它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抓地出色，对于场地的适配性非常广，在有灰尘的场地上，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，而且大底的纹路也足够粗、足够深，用来进行外场的实战也绝对没有问题。整体的强度也可以应对高强度的实战，不管是鞋面强度还是中底刚性都没有任何问题。毕竟是在 CUBA 赛场上上脚率最高的一个鞋款，那这一点我相信就不用过多去进行解释了，对吧？至于脚型适配，它的鞋楦略微偏宽，会更加适合正常脚型以及脚型偏宽的兄弟去进行选择。当然，窄脚的兄弟选择它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它的整体锁定做得非常棒。我正常略微偏窄的脚型穿这一双鞋，除了在做一些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会出现一点点轻微的位移之外，其他没有任何锁定方面的问题。但是因为它的内部填充做得比较扎实，鞋面也没有太多的透气网眼，在夏天穿捂脚的感觉应该还是会比较明显的。而且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的鞋带真的非常的难系，非常难拉紧，即使是系紧了之后也比较容易出现松动的现象，所以我每一次打球都会给它系一个死结，不知道其他配色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。
这一双鞋的实战表现会更加具有针对性。我觉得它是一双更加适合大体重、打法比较暴力的3号位或者是4号位球员去进行选择的一个鞋款。如果你是那种能里能外、飞天遁地、爱跑跳的3到4号位球员，那这一双鞋你应该会喜欢。今天的最后一款来自极客鞋坛的牛 T Pro， 单支42.5码，在375克左右。这一双鞋我感觉就是一双为了老牛量身定制的篮球鞋，鞋楦够宽，力线够正，稳定性直接拉满。它的鞋楦真的调得非常的舒适，比我们现在很多国产品牌的鞋楦都要更为出色。虽然它是一个偏宽的楦型，但是即便是像我这样偏窄的脚型穿这一双鞋，它的锁定也没什么问题。在做一些变向和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太明显的位移，当然还是会出现一点点的，但是对于实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真的特别广，只要脚型不是太窄，那选择这一双鞋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它的中底重心也不高，还算是比较贴地的，反应性、场地感、脚感也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前后掌的落差也非常的合适，上脚之后没有任何前低后高或者是前高后低的感觉，整体的强度也足以应对高强度的实战。但是这一双鞋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它的滚动感，由于大底过于平整，鞋头的上下幅度也非常小，穿这一双鞋在跑动的时候，它几乎没有办法提供给你任何的滚动感。它还是更加适合打半场偏多的球员去进行选择，打全场比较多、跑动比较多的兄弟，牛 T Pro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喜欢。如果你的打法比较激进、爱跑、爱跳，那这个鞋款一定不适合你。但是如果你是宽脚、低足弓，平时打半场比较多打法又没有那么吃速度、吃爆发，那这一双牛蹄确实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。OK， 这就是今天这3款300价位段国产篮球鞋的实战体验分享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。你们还有哪一些300档价位段的篮球鞋想要了解的，那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好吧？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，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，记得要点击关注哦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